它可以在海上飞驰，浪中穿梭；它可以原地完成掉头，具有灵活的机动性；它速度飞快，可以实现近海集群作战。它就是022型导弹快艇。022型导弹快艇具有灵活的机动性能，它不仅吨位小、速度快，且设计独特。从外观上看，快艇中间镂空的独特设计能够极大提高舰艇的稳定性、抗浪性。我们两艇最主要的几个特点，一个是速度快，目前还是我们最快的战斗舰艇。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隐身性能好，我们采用多种技术手段。在海上，整个反射面积、雷达反射面积比较小，不容易被发现。我们能够快速的发起突击，运用好我们的机动性能，能够快速的隐蔽前出，到达指定的正位，对敌方发起攻击。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突击威力大，我们搭载有多枚导弹，可以同时对多个目标进行导弹攻击，完成上级下达的使命任务。那么，在海面疾驰的导弹快艇到底有多灵活呢？我们的话，可以在没有侧推的情况下实现平移，通过灵活的使用车舵结合，达成平移的效果。这在其他船可能是比较难实现的。我们也可以原地旋回，通过使用车舵，在一个地方想要快速的调整航向，我们可以原地旋回。整个机动性能是非常好的。站到警报。2023年8月，东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022型导弹快艇编队正在陌生海域执行舰炮射击科目训练。除了高难度科目外，官兵们还要随时面临各种突发情况的挑战，这让担任艇长的祝磊感觉压力重重。因为此次海训呢，训练科目比较多，还有副长的考核，还有实际使用武器的训练，尤其是在人员上，还有几名新学员上艇，的压力都比较大。祝磊，东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第3代海上英雄艇艇长。86海战，当时出现了很多阴谋人物，里边包括了麦先德老英雄。58年前，福建漳州东山岛附近的海面上炮声隆隆，响彻海天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歼敌最多、战果最大、影响深远的著名海战就在那里打响。到张江号给我们快打沉的时候，这下面中了一发4零炮到这里面来，刚好打到我们机舱里面。当年19岁的麦贤德是海军护卫艇第41大队611号护卫艇上的一名轮机兵。611艇机舱被炮弹击中，一块高温弹片打进了麦贤德的右前额，一直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。此时611艇失去了动力。小心，某个叫让志勇你往后面让志勇。是往后面给那个小艇就是过就是修理了的机器。命悬一线之时，麦先德依然牢牢记着自己的使命，一定要保障机器运转。他在头部重伤、视力模糊不清的情况下，在复杂管道和螺丝中摸出了一颗拇指大的被震松的有法螺丝，这也是他们平时练的夜老虎功夫。白天就是蒙着眼睛，就在机场里哪些什么地方，你要他眼睛睁开，白天看的时候在哪里，你闭上眼睛应该摸得到再说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打一仗呢，
灯火管制，黑乎乎的，你都也懂啊，也就知道了。麦贤德在头部中弹的情况下，用双手狠狠压住杠杆，保证了机器的正常运转和舰艇的安全。他整整坚守了3个多小时，直至剑门号和张江号被击沉。官兵们以意志坚强、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过硬的本领，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海战奇迹。而这次出海训练，艇长祝磊正好也想借此机会检验一下各个站位的战斗力。第2天，导弹快艇迎来了这次出海最关键的时刻——舰炮射击。艇长祝磊又能否带领官兵们顺利完成任务呢？黄进制，上级通报11:30时，敌机一批2架从东南方向向我进飞，可能对我实施空袭，令我艇做好对空防御准备。好，战斗警报。步道停止，右旋45度，发现敌机载人信号。好，将手做对空开准备。跟踪目标。他跟踪目标，目标跟踪好，目标距离30公里。好。目标距离10公里。炮指向右拐高腰。方向右拐高腰。目标5公里。好，连胜放。空中目标被成功拦截，舰炮射击任务圆满完成。艇长祝磊一直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下。这个接下来我们还有更重大的任务，去接回一位老者。原来这一天是86海战58周年纪念日，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58周年，但是老英雄们仍旧牵挂着部队，关心着海军的发展。他们特地来到老部队看一看，保卫我们的海疆，保卫我们的移民安全生产。好，忠于党，忠于人民，在关键时刻一定要拿出这个应该做的事。这老英雄啊，也是嘱托我们，这个一定要继续传承好这种精神。所以说，这次海训呢，也对我个人来讲，我也是要圆满顺利的带着全体官兵完成这次任务。纪念日前夕，大队特别邀请了参战老英雄1等功臣黄如醒回家，同时也派官兵代表特意前往2位86海战老英雄81勋章获得者麦贤德和1等功臣彭德才的家里看望。这个纪念日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重大。今年的8月6号是我们86海战58周年纪念日。我们大队是一直在传承英雄的精神，并且这个所有的官兵把这个精神传承的非常好，把这个精神已经深入到每个官兵的血液中，深入到每个官兵的记忆中。同志们，假如山豆打响了，你们有信心打赢吗？身高准备着，意志坚强，不怕牺牲。英雄的故事一直在大队流传，意志坚强、不怕牺牲的英雄精神也将一直传承下去。不论是58年前的海上战场，还是今天的练兵备战，号角一旦吹响，他们每个人都是所向披靡的海上勇士。